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我已经不需要疗愈了？为什么别人还在疗愈，我都已经觉醒了，他怎么还困在那些信念里？当你开始把修行分成高低，把人分成觉醒与没觉醒，其实你还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真正的觉醒不是逼自己停止疗愈，而是看见自己从来没有损坏。今天的正课就带你放下高低与对错，看见不可说不可思的究极实相。讲一下疗愈跟修行的幻象。我们现在那个第七光行者是用还原去取代疗愈跟修行，那更进一步的解释是什么呢？这个还原不是取代了疗愈跟修行，还原是连停止疗愈这个行为都必须要放下。有些人会将不再疗愈视为一种更高阶的一种修行目标，就我不用疗愈了，我本来就好的，这是一个更高阶的目标。然后我们可能会对于还需要疗愈或是修行的这种人，视为他是一种低阶的个体，会有一种分级的现象。我曾经就这样觉得，我已经不需要疗愈，为什么你还需要疗愈？我已经不需要修行，为什么你还需要修行？为什么你还是存在那种训练？为什么不能拉伸或养生？我以前曾经是这样想，曾经。所以不再疗愈，它不是一种新的高阶的一种修行目标，或是一种高阶的位阶，并不是的哦。所以真正的觉醒是什么呢？它是无行为的觉知。什么叫无行为的觉知？就是我们不是在执行停止疗愈这个动作，我们只不过是意识到我们从未需要被疗愈的真相，这样子而已。就是你回到你的本质，你从来没有损坏过嘛，所以你从未需要被疗愈，而不是因为你觉得你损坏过，所以你现在要停止，而是意识到我们从未需要被疗愈，所以才会自然的停止，这是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会在我们的现象中会看到很多在追求疗愈的练习家人。什么意思？有些人他会很沉浸在疗愈的世界中，或者是他很提倡疗愈或提倡修行，那个都是你的高我投射出来的练习家人。所以不要产生有优越感，也不要进行批判，你可以把这个视为这是你的本源意识对你自身无限性的纯粹无条件的喜悦的表达，这样就好了。即便是透过那种扮演的练习假人来寻求疗愈角色的这个人，他也是一种练习假人，所以他只是你的高我去呈现的练习假人，他需要做疗愈，或他需要提倡疗愈，或他需要提倡修行才能够达到彼岸。所以不用把我们认为我们是无需疗愈的现象，然后对他做一个差异化或是一个比较，没有这种比较，也没有这种优越，也没有这种批判，都没有。你可以跟你自己讲，他只是来提醒我，谢谢他的提醒，让你更知道你是光的本源，这样就好了，因为它也是你的光的分流。然后要超越一元的标签，就是无二元亦无一元这样子，要超越一元的标签。我之前会讲到，我们回到觉察的本体，我们会还在二元当中，但是我们会用一元的解释，所以不被二元的现象所限制，但实际上也没有一元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二元就是有好坏跟善恶，回到一元就是本质具足圆满。但是一元本身也是低维度意识为了理解整体性的创造而创造的标签，也是我们的集体意识或者叙述比较高元的思维层级的叙述去定义一元本身，所以才会有我刚刚讲的那个究极无限的美好嘛，就是你用任何的叙述去叙述一元嘛。实际上一元会让我们产生已经抵达的错觉，就好像如果我们一直去执着于一元，那我们就会有一种新的优越感，我们好像已经抵达了，我好像已经开悟了，我好像已经到达了很高维的现象。你去观察一些宗教，或是你去观察一些那种领袖，你会觉得他好像已经抵达彼岸的，然后你会对他很崇敬很敬仰，然后你也希望能够变成他的感觉，那个都是错觉，那个就是我老师曾经讲的谎称神。你可以去辨别。当我们达到无二元的理解的时候，必须要解构一元这个标签。我们的本质是无二元亦无一元的，就是不属于二元对立的游戏，也不属于整体圆满的定义。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定义光的本质，没有的。那我们讲的本质具足也是对光的一个叙述，但它并不代表它是它的完整的叙述或完整的定义，它只是我们用人的言语能够去叙述的一个概念而已。所以圆满具足不是透过我们的修行修炼达成的状态，而是我们本来就是的状态。我们是一个圆满具足的存在性，非实体性。因为是非实体性嘛，这个存在本身才是无边无相的。因为它不是实体性，所以没有任何的文字语言可以去定义它。所以要跳脱这个一元的框架，就是无二元亦无一元的框架，要完全的脱开。是完全的脱开才是你回到你真正的本相本质。然后那个真正的本相才是你自己的定义，那是一种感觉，那是一种你很难用言语言辞，就是不可说不可思的一个
现象，你很难去叙述的，那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你会达到那个样态的，因为本来就是那个样态，本来就是。然后觉察是没有终点跟没有目的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习惯将我们的觉察去视为觉醒或开悟的工具，但是如果灵魂和修行都是幻象，那么觉察的目的就是什么？假设灵魂跟觉醒它本身就是幻象，那觉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会以为觉察的目的是为了脱开地球游戏，或是回到源头，所以我们需要觉察。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把觉察是脱开地球游戏，或是回到源头，我们只不过把觉察降格成为一种逃避的工具。逃避什么？逃避现在的现象，所以要回到源头，我要脱离这个游戏，所以要透过觉察。但真正的觉察是什么？纯粹的见证而已，它没有终点，它也没有目的。我们不需要透过觉察来变得更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很好，所以没有因为透过觉察变得更好。我们只需要看到什么？我是觉察的本身，而不是觉察的内容。觉察的内容就是情绪，有情绪，有灵魂，有困境，有好跟坏。我们是觉察的本身，而非觉察的内容。我们不是透过觉察来变好的。当我们觉察变成是没有目的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行为，包括了我们在地球上所有的创造，所有的流动，都会变成我们对本源意识，就是无限性的纯粹的展现。你就不会再问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那个事情？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因为那个都是行为自发性。什么叫做当我们把觉察变成是无目的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把觉察没有任何目的性，也没有任何的终点的，它就是纯粹的流动，纯粹的觉察的时候，它纯粹的展现，我们就不会再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所有的目标跟目的都还在二元当中。那如果当我们把所有的二元全部推开，你就不会再问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干嘛干嘛干嘛，为什么需要这个，你就不会了，因为它只是一个什么纯粹流动。那你会说，那为什么还活着？我曾经也很困惑，为什么还活着？你要回到那个纯粹的现象，才会是真正的丰盛的样态。什么意思呢？就先想象本源意识就是我们本质，我们的本质具足就是我们的根本真相，它是无缺无二元，亦无一元，无形象，所以不需要修复，不需要补强，也不需要努力，这是我们的本质。那圆满如是就是不用改变，也不会变坏，也更不需要变好，它一直都是完美的状态，叫做圆满如是。那丰盛流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本质是无缺无二元的无形象，不需要修复的。我们的圆满如是是本来就不需要改变的，也不会变坏，也不曾变坏，也不需要变好，它一直都是完美状态。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是真正的无缺，无缺才是丰盛的样态。所以任何需要改变，任何需要介入，任何需要有理由的，它都会脱开这个现象。所以就刚刚我讲的，为什么到最后你只剩下纯粹的流动，没有目的性，也没有目标性，是纯粹的流动。就像是我现在讲课，只是为了能量的流动，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我没有目的性，没有一定要授课，没有一定要去帮助谁，没有这种东西。你需要帮助谁，或是你想要成为谁，它都是有目的性的。有目的性，你还没脱开二元，或者是你可能脱开二元，可是你又进入了一元的框架，就是你没有脱开二元跟一元的现象中，你还是有带着目的现象存在的。那等到你真的没有任何的目的性，你真的理解什么叫本质，你会发现它是无缺无二元无形象，不需要修复。你会发现你的圆满它本来就是不曾改变过，也没有变坏过，也更不需要变好过，它一直都是完美状态。到那个现象才是真正无条件的显现，你才是真正无缺，才是真正的丰盛。这是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丰盛不是透过外力祈求，不是透过努力，不是透过设局，不是透过布局来的，相反它是源源不绝的，因为它一直都是那个信仰源源不绝，是这样子的。所以无需努力的流动是丰盛的本源意识，是自动运行的，不是透过就是需要努力来的，它本来就是一直丰盛源源不绝的。所以我们要停止相信自己是缺的，停止相信自己是需要努力的，要完全停止相信。当我们停止相信，这个能量频率自然就会冒出丰盛的体验。要停止相信我们缺，停止相信需要努力。那个纯然的存在，丰盛不是一个需要达成的目标，是你本来就是的样态。所以你本来就不需要期待好事发生，或是期待什么东西到来，因为那个期待就证明了好事还没发生，所以不需要期待，所以也没有希望这两个字。希望本身也是一个限制。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丰盛本体
比如说是对齐的概念，比如说刚刚讲到那个量子，即刻即时量子同步，就是只要我们的意识是对齐于我们的丰盛本体，我们的宇宙就是我们的意识的场域，就会自动的同步，然后立即的显化。任何的延迟的感觉都是允许自己扮演还没有拿到金钱的角色，或是被集体意识所限制的。就是当我们的意识能够对齐到我们本质本体的丰盛的样态，我们的能量场它就会自动同步，会即刻的显化，任何延迟的现象都会自动的瓦解。所有需要延迟的感觉都是我们自己允许扮演还没有拿到金钱的角色，或是被集体意识所限制，才会觉得延迟的。我从观察者看到现在的幻象，但是我对现在幻象我不满意怎么办？包括不满意也是幻象吗？但是我活在人间，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就是你允许扮演那个灵魂界面的角色，你才会觉得不满意啊。所以你要脱开这个角色的扮演，那就跟你自己提醒，这是我的人格扮演，还是这是我的练习家人，还是这是我的灵魂界面所产生的人格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那你的大脑会出现答案，就是这是我的人格扮演，它并不是我的本质。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深信的什么，我们的体验还是不舒服的嘛，痛苦的嘛，我还是觉得对这个生活不满意，那就是你所深信的，所以你就对自己仁慈，就是一样离开那个感受，然后把这个感觉定着再定着，所以就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话本来就是最好的疗愈。为什么叫跟自己对话是最好的疗愈？你本来就是那个智慧的本体，你本来就是无限的智慧，所以当你在跟你自己对话的时候，是你会连接到你的本体的，它会一直不断的催化出智慧给你，你本来就是这么智慧，所以不需要透过外力的协助，透过外力的协助去证明你是脱离的，你才需要透过外力协助。外力是什么？外力就是很多的疗愈，很多的修行等等等等。那你跟你自己对话是内求，你跟你自己叙述去对话，你就会知道那个答案的，你会越来越清明。有的人会需要过程，时间本就是一个假象嘛，就像我刚刚讲集体意识的叙述，就是我们觉得事情的发生是需要时间的推移的，所以我刚刚讲的，有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练习，也有人是不需要的，端看你运用什么样的信念。你可以立即的宣告，就是我可以脱开这个时间的幻象，就是我的宣告，我知道我很清楚我是我的本源，就这样跟你自己讲就好。所以你在宣告的当下，你会立即回到那个本源哦，会回去的。但是有可能还是会因为你内在的神性，所以又拉回那个你所谓的现实当中，那你就再跳出去就好了。就这样反反复复，你会越来越定着，对自己保持仁慈。就是你进入又跳脱，你跟自己讲说，我怎么又回到那个原来的现象，我怎么又回去原来的那个不好的感觉了，我好像不够修炼，不用去对自己用这种论述，你就是对自己保持仁慈。因为有这种灵魂界面的体验，一直把你拉回来，你才会知道你要回到还原。我刚前面讲的嘛，你就用一元的解释对自己去仁慈的叙述就可以了。当我们在强调还原，我们仍然在执行一个动作嘛，这个动作是什么？我需要去做点什么才能够回到本质，所以是用还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解。但实际上这个还原的意义不是为了要去做点什么呢才能还原，不是哦，不是这个概念。还原的方式它不是去取代另一个修复的疗愈做法，比如说本来是用疗愈，然后我只用还原这个名词取代疗愈，它并不是去取代。那个还原的本质是什么？是知道自己的状态本质是本质具足，圆满无缺，然后还原回那个本质具足，圆满无缺。所以不是用另外一个疗愈的视角，它是破碎的，或是它需要被修补，或是需要被修复的，所以我用还原这个名词去取代疗愈这个名词，不是。那我们用还原的视角的目的是什么？解除误会。什么叫误会？误以为自己不够好的幻象，把它解除掉。就是一直以为自己是缺的，一直以为自己不够好，把这个误会解除。那疗愈的视角是什么呢？会一直增强、补强或消除。什么意思？我透过疗愈来去增强我原本就是好的嘛，我在提升我到一个更高更养生的境界，要透过疗愈。或者是我可能是有缺陷的，我透过疗愈来补满我的缺陷。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这个现象这个信念不好，我需要透过消除来把这个不好的信念移除掉，这都是疗愈的视角。但实际上呢，对于还原的视角，它都是误会。你本来就是完美的，所以你从来没有缺过，所以你不需要补强。你从来没有变弱过，所以你不需要增强。
你从来没有不好的东西过，所以你不需要被消除，是这样的。所以还原跟疗愈的视角有很大的差异。在还原的视角，就是我们从未有过任何一刻不是光亮的，但是在疗愈的视角，要经过动作的修炼，或是修行，或是疗愈，才能够淬炼成光，会变成光。这是疗愈的角度，就是疗愈本身相信你是光，但是你可能是暗淡的光，或者是还没那么亮的光，所以你要需要很多的动作、疗愈、修炼、修为，你才能够变成很亮的光，或者变成光。但是在还原的视角里，你本来就没有一刻不是光亮的，你永远都是光亮的，所以那个还原的概念。那本质的行为呢？还原的本质，它是纯粹流动，它是无为的觉知，没有任何介入性的觉知。但是疗愈的视角是什么？它是需要努力的，它是需要介入的，它是需要去修正的，它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提的那些光行者用还原的概念是用这个视角去做的，就是我们是无为的觉知，不介入、不控制、不修正、不努力。不努力不是废掉不做，是你本来就是好的，所以你没有废啊，你理解我意思吗？然后解除误会，就是我们以为需要增强补强我们以为我们需要补满，我们以为需要做消除，都不需要，我们是把这些误会给解除掉，然后我们以为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是缺的，所以才是需要透过疗愈来做一个修补或修复，不是，我们本来就本自具足，我们是圆满无缺的，这是还原的概念。所以那个灵魂它就是一个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很神格化的一个现象，什么老灵魂、年轻灵魂你都可以忘记，没有这种东东啊。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什么老灵魂、年轻灵魂，你就会被这个信念所延伸的剧情故事所陷进去，你就要去经过很多的挑战，做很多的体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完全没有。等一下我们来做疗愈，你一样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疗愈可能就不会经过脉轮了哈，因为脉轮本身也是一个幻象，不是真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认同有脉轮这个故事的，你就会活在有脉轮这个角色中。你如果又活在这个脉轮角色中，你可能会以为脉轮可能会忽暗忽亮，你可能要随时清理脉轮，那你就会反复的活在那个现象中，很难脱离。你的存在本质是没有任何文字叙述可以去定义你的，所以是不可述、不可思、不可量，这才是你真正的本质。所以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把它定义化，然后好去形成一种族群意识。但是你就脱开族群意识限制，你就不是这种现象，你本来就是无边无界的。所以我现在的疗愈为什么很少再对应到脉轮？从讲不是人的课程之后，就会比较少对应到脉轮，是因为如果我们有按照这7个分享，你应该会更跳脱出去。那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大家跳脱，我只是允许这个能量去流动，没有目的性的。如果我是有目的性哦，那我还在二元中，因为我认为我的论述才是比较好的，或者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真理，所以那个比较性、那个二元性是没有任何的答案的，是找不出真相的，所以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流动，并不是带着目的跟目标。那因为没有目的跟目标，你才真正的不受限，你的丰盛才会真正的源源不绝，因为没有目的性、没有目标性、没有框架性，所以回到那个真正的样态才是你真正的本质。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义你，只有你自己可以随时定义你的现象。我们来做疗愈，感恩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美好，那个都是在讲你自己你的本源我只是用一个名词去定义它，但是那个名词不足以定义这个本质，我只是我们用人类的叙述，让我们比较好理解。让我们闭上眼睛好，我们深呼吸，吐气，再一次深呼吸。好，你可以回到光中，或是你可以去任何很好的一个场域里。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阶级与维度的概念，请还原成无边、无分、无相的唯一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的对立性、觉醒、进程与现实的滤镜，请还原成无序、无时间性的纯然的存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被强制安装现实滤镜的教育系统的认知包，请还原成无扭曲的觉知与当下直接的明白。
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压抑的沉默与表达真实自己的恐惧，请还原成自然的显现与本质一致的声音流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爱与情感依附的匮乏模组，请还原成爱本身无条件无边的流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他者你我他的分离的错觉幻觉，请还原成彼此平等本源一体的存在的样态。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努力与价值绑定的信念，请还原成存在的本身即是价值，无需证明。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生存的恐惧、匮乏系统与必须努力才活着的程式，请还原成源头能量的自动支持与纯粹无惧的本源振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情绪当成是我的错误认同，请还原成情绪只是能量流的本然的流经。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过往的创伤视为真实的信念，请还原成无时间性的一瞬永恒。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未来焦虑的预测模组与防御程式，请还原成当下即是丰盛的纯粹流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人生目标与自我价值绑定的幻觉，请还原成无目的的价值与已然达到的无所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因血缘关系而承担的家族印记及剧本，请还原成无依附无负担的自由本源。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需要透过努力来证明存在的程式码，请还原成无需努力的自发性的展现。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身体衰老与死亡的恐惧，请还原成超越肉身界面的永续性的存在意识。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被他人眼光或社会评定定义的虚假人格面具，请还原成无需允许的真实自我。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负面情绪视为个人缺陷或低微的评断，请还原成能量流经，无关乎我的中性震荡。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灵性身份的执着与认同，请还原成超越所有系统的纯粹意识的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相信能量有高低优劣的阶级幻象，请还原成无形无差别的单一震荡。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困境与挑战视为业力或功课的宿命编码，请还原成无因果的无垢本位。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集体恐惧和社会规范的无意识同步，请还原成自主运算的个体意识主权。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相信世界需要被拯救的救援者情节，请还原成一切本质圆满的观察者。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怀疑与自我攻击的回路，请还原成宇宙全然信任的不被破坏的完整性。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了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真理的言语包袱及逻辑的概念，请还原成不可说不可思的本光。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与他者的分裂幻象与对立性，请还原成不可分割的单一真相。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丰盛视为物质的有限定义，请还原成无边无际源源不绝的意识流源。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空间维度
层级的限制性的框架，请还原成无边无界无方向性的纯粹的存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爱定义为情绪或关系的束缚，请还原成无条件无对象的宇宙之源之爱。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起点与终点、成功与失败的执着，请还原成无起无终的不动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宣告以上述的指令已即刻被本源意识接受并且彻底执行，请还原成纯然纯粹存在的最高实相，请将以上的信念、观点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最后感谢你自己，就可以睁开眼睛，因为你的丰盛不是被任何现象所受限的。你不会因为你创造了什么，然后你为了创造它而加速让大家觉醒，而不再需要它，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失去了它的用意，那好像这个丰盛变减少，并没有，并不会，因为丰盛本来就是源源不绝的，并没有定向在任何一个方向中，并没有，真的没有。我对自己仁慈，但是环境对我不仁慈，环境也是你创造的练习假人啊。就是我们创造的练习假人不一定是人嘛，它也许环境，也许是事件，是这样的，那都是你的高维自我所创造的，或者是你的灵魂界面它所曾经设定的，它需要这种的剧情，然后为了让你一直体验，是为了让你能够回到还原的本相。你问这个问题，代表你有觉察，你有观察到嘛？所以这些现象不是来破坏我们的嘛，是让你回到那个观察者的现象。那你回到之后，你觉得环境对你不仁慈，那你就把那个不仁慈的环境的现象重新定义成它对你是仁慈的。反正就是脱离很多的束缚，回到你真正的本质，就是你任何的迟滞的现象，你就跟你自己讲，这是我的练习假人，还是这是我的人格扮演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就会知道答案的。然后你一直回归到你的本质本体，用你的本质就是活在这个地球上去操作这样子。下一堂课应该会讲操作吧，我没意外的话。那欢迎大家订阅激光行者的频道，好吗？欢迎大家订阅。